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讲一本书关于西藏喇嘛的藏地奇书。那这本书呢，就讲述了西藏著名的喇嘛罗桑呢，在布达拉的一座寺庙中修行的故事。在这里呢，他就亲眼目睹了喇嘛们的神秘法事，并在一位大喇嘛的带领下呢，来到了异次元界，体验到了幻境穿墙的奥妙。这本书的名字呢，叫《藏红色法衣》。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西藏异界修行。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，大家理性观看。这本书的主人公呢叫罗桑他7岁呢在西藏的查克波里寺出家，在寺中的11年间被确认为是高级喇嘛的转世。后来呢，在导师米亚唐达普喇嘛的指导下呢，接受了各种严格的神通训练与考核，在当地呢很有声誉。故事呢还要从喜马拉雅山空气稀薄的一座喇嘛寺庙讲起。当罗桑还是个年幼的孩子的时候呢，曾经在这一座喇嘛寺中学习佛陀的教义。当时呢，由于受到了严重的腿疾僧侣们便把他从查克波里寺送到了布达拉。当在那里的老和尚发现他的腿伤的时候，罗桑的衣服呢已经和腿上的血痂就粘在一起，伤势当时十分危急。那里的医生给他涂上了自制的草药油膏，整个的恢复过程十分缓慢。就在他在喇嘛寺庙休养的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。一天夜里呢，一阵深吼的声音和单调的嗡嗡声就钻到了他睡着的心里。当时在附近的某一个地方呢，大量的思维能量被注入到了空气之中，而激发了罗桑的精神感应。他当时就醒来之后只觉得双腿僵硬，受伤的伤疤呢随时有可能从肉上剥离下来，疼痛的波动呢射向了四肢。就在他奋力抵抗痛苦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窗户的外面就出现了轮廓很像是一个黑色的长方形的影子，在墙上开始跳舞。那个影子呢在墙上跳跃，做出各种姿势，时而是一个巨人，身子呢直伸到屋顶，时而是一个侏儒在地面上爬来爬去。一开始呢他还感到恐惧，慢慢的呢疼痛就有所好转了。他就发现呢那是阴影的摇摆而引起了生命的幻觉。罗桑用手和膝盖呢沿着边缘轻轻的爬行，这样便可以透过整个寺庙的一角而看到寺庙里的整个情形。他就发现呢，那些影子的头像呢是来自于几个正在做法事的喇嘛。以前罗桑从来没有看过寺庙里做过法事嘛，因为小孩子是被严格禁止观看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自然是好奇心作祟，他就拉起了法衣系在了腰上，沿着边缘前进，向角落的地方极力的注视。他就看到了几个身穿藏红色法衣的喇嘛围成一个圆圈，他们的头部呢都向着圆圈的中心。在那个圆圈的中心呢，有一个雕刻非常精美的架子，架子上面呢放着一个分辨不出到底是什么的一个东西。临时和直觉就让他认为呢，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似乎是一个来自其他空间的物品，反正不是真正存在于人世的一种东西。于是他瞪大眼睛就看了又看，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球状的物体，只可惜看不清楚。于是罗桑只能再次匍匐向前，悄悄地变换姿势，从2个喇嘛的缝隙里往里瞧。这个时候他获得了极佳的视角，原来那是一块巨大的水晶石，毫无瑕疵，完美无缺。它吸引着喇嘛们的注意力，在场的喇嘛呢都虔诚地坐在他的面前一心一意地望着他，却又不用肉眼来注视，好像是在用第三眼在注视。之前宇哥有讲过罗桑呢是开过幻境第三眼的，具有眼通的能力，所以呢此时他也不再用肉眼去看了，而是用眼通的能力代替肉眼。在幻境中呢，那块水晶里他就看到了色彩缤纷，在旋转，犹如烟状般在骚动。罗桑当时大吃一惊紧接着他似乎也在往下坠，从无限的高处，从世界的顶端一直往下跌，跌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之中，一个有不同色彩和不同规格的世界。他看到的里面的人呢都在徘徊，而充满了不幸和悲哀，有的呢十分痛苦仿佛他们都失去了灵魂，在沉思一种从烦恼之中解脱的办法。当时罗桑坐在那里呢，正在出神的时候喇嘛们在地面上的单调而低沉地吟唱着经文，每个人都伸出手来摇着一个银铃。对面的另外一些喇嘛呢，也同样摇着一些音调不同的一个银铃。就这样呢，他们不断地念着经文，而这个音乐在高高低低的音阶之中上下滑动，从一种音调呢滑到另一种音调，混响着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弦，不像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演奏的音调。而这组喇嘛的主法者拍着他的手，旁边的一个摇着铃，组里的第3个人呢提高他的嗓门念着经文，
就这样，他们重复着一些古老经文的章节，声音的调子呢一起一落，逐渐的呢就念唱经文的声音消失了。一个喇嘛呢举起了他的铃铛，柔和的摇起来。起先他们都各自摇，然后呢按照事先安排好的格式呢一起摇动起来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合的调子，发出共鸣和回响。而音调和音量在变化着，喇嘛们持续单调而低沉的反复吟唱，令人呢当时昏昏欲睡。罗桑注视着周围的人啊，他不确定自己是否在真实的世界里，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印象，现在他身处在另一个空间，这里的草更绿，天更蓝，每一样东西呢都特别的鲜艳，柔和的微风呢在吹拂着。他观看着这一切，不知不觉的就意识到时间的推移。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他就觉察到有一群人正在朝他走来，他们有些人是老年人，还依着拐棍，脚呢一跛一跛的沿路走来，身上呢披着破烂的衣服。其他的呢显然都是健康的人，但却不带有富裕人们通常所具有的一种健康的气质。他们如同惊弓之鸟，最轻微的一种动作呢就会使他们跳起来，害怕的将双手呢放在胸前紧紧的抱合，还会神经质的注视着他们的周围。虽然他们成群的到达呢，但是每个人呢似乎都只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，而感知不到别人。与此同时呢，单调的吟唱和低沉的声音在继续，而人们呢也不断的来临。每一张微醉一样的脸呢都带有一种神秘的快乐，每个人呢都笔直的站着，好像他们都从这个声音中而得到了安慰。不久之后呢，他们就沿着罗桑的视线离开了。突然呢，一阵不和谐的铃声碰撞作响，他就感到体内猛烈的一拉呢，好像是他在一根线上的末端的风筝，顶着大风呢被线拉回，而大风试图呢把风筝刮得更远。那夜晚呢似乎正在降临，因为天空的颜色猛然的变黑了，周围的一切的事物都在缩小，而它呢正在向上越升越高。罗桑就感到思想混乱和迷惑，接着呢又再一次发生了可怕的牵拉。这一拉呢似乎使他的脑浆都快被拉了出来，他头晕眼花的抬起手来呢擦擦眼睛，接着再次凝视前面的那一块水晶又重新成为了一块水晶，不再映出一个玄幻的世界，仅仅是一块普通的水晶，没有光亮，毫无生气。这个时候一个喇嘛慢慢的就站起来，从座位上拿出了一块黑色的天鹅绒呢，他恭敬的打开了那块布把布盖在水晶上，然后呢水晶被包裹起来他向水晶鞠了3躬，转身就回到了他的位置上。当他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之后他居然吃惊的才发现了罗桑。当时他就愣了好几秒钟，惊讶的就说不出话来，时间似乎也停顿了。罗桑呢当时就听到自己的心脏猛然的跳动声，令人觉得当时整个世界都默不作声的在等待，看看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。在喇嘛们之间一阵低语之后呢，最靠近罗桑的一个人站了起来，就站在罗桑的面前。他的个子呢是喇嘛中最高的，在罗桑看起来呢，他比布达拉宫还要高大。他瞪眼就看着罗桑，这样说话的时候，另外一个喇嘛认了出来，他说他不就是明雅唐达普喇嘛的弟子吗？这时候这帮喇嘛才放心的说道，这是我们之间最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孩子了，把他带到这儿来。那个巨人般的喇嘛呢，就把他的手伸向了罗桑，从后面握住他的手臂把他举了起来。他已经知道这是明雅的弟子，了解到这孩子走路有点困难，他们就把罗桑围成了一个圈，围在那个圆圈里，每个人这时候都注视着他，好像他们打算看穿他的灵魂。罗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过错嘛，就不安地卷缩起来。这时候一位个子小而瘦弱的喇嘛就说道，你在这干什么？罗桑就回答自己独自来到这个寺里修禅定嘛，一开始坐在一尊佛像后面，但不小心睡着了，但听到法事开始的声音才醒来。沉静了一会儿呢，一位年老的喇嘛呢就注视着罗桑，他似乎地位非常高，是受委任主持法事的。他转身就对其他的喇嘛说，是的，我想起来了，这孩子必须得到特殊的教导，在召唤他来到这里之前呢，我们正在等待他的导师回来。由于他正好在这里呢，就让我们来试试他的灵性感受和潜在的能力吧，以便呢，在没有他那位强有力的导师影响之下呢，我们可以对他做出评估。于是呢，这些人就开始私下协商，低声建议。而罗桑呢，离得较远，声音太过嘈杂混乱，就什么也没听清楚。这些喇嘛呢，都是有高度心灵感应的喇嘛，有超强的眼通，他们都是肯援助别人的人。而现在呢，他就坐在他们之间，而非常茫然。过了许久之后，他们中的一个转身就向他说道，说罗桑我们曾经听过有许多关于你的事情，有关你先天的能力和你的未来。
事实上，我们正在调查研究可能性的记录，看看你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。现在呢，你是否愿意接受一些严格的考验呢？以便我们来测定你的能力范围。我们想要带你到其他次元的幻境灵界中走走，以及呢到灵界下方的世界去。我们可以带着你的能量穿过布达拉宫。当时的罗桑呢犹豫不决，看着他们，他的腿还没有好呀。于是他就想着这件事情，他就说：尊敬的师傅们，我完全在你们的掌控之中，但是我必须说明，由于我遭到意外呢，使我不能够行走了，但是我可以把自己呢交给你们安排。希望我的导师呢明亚唐达普呢也会同意我的决定。这时候一位老喇嘛就笑了，他说：罗桑呀，不需要你走路，我们只是想要你仰面躺下来而已。你的腿呢不允许你摆出正统的坐姿所以你就躺下吧。然后就拿了个垫子呢放到了罗桑的头下，然后罗桑双手呢叠成合抱的一个姿势，交叉的放在了胸骨末端和肚脐之间。于是他们就重新排列好，而把水晶球搬到一边，恭敬的放到了一个不太容易注意到的地方。大家就开始围着罗桑的周围坐了下来，以便呢使他的头刚好处在圆圈的中心。有一个喇嘛就拿了一炷香回来，当一缕青烟飘过罗桑的脸的时候呢，他的鼻子当时一阵刺痛。不可思议的是，他的眼睛渐渐的沉重起来，有一种越来越疲倦的感觉，仿佛是被催眠了。但是喇嘛们并没有看他，他们的注意力是注视着上方远远上的一点。罗桑当时就用力的睁眼看，可是只能看到他们下颚的部位，他们正望着什么地方。香呢在熏烧着，而发出了一种嘶嘶的声音。突然之间他紧握着双手显得非常紧张，因为他感到整座房子突然开始晃动了。难道是地震吗？恐惧呢也涌上了心头。于是呢，罗桑尽最大的努力控制和抑制住自己。如果喇嘛们仍然执着地坐在那里，而他却爬起来慌慌张张地逃走的话，那会给米亚唐达普丢脸吧。所以罗桑呢就持续地摇晃着，一会儿呢在幻境中竟然觉得自己漂浮了起来。室顶的一根横梁呢离他的手居然只有几寸，他急忙地伸出了手来挡在面前，结果他的手径直穿过了横梁，甚至呢没有触碰到积在横梁上的灰。罗桑迅速的就把脚呢伸到了圣像旁边的地上，他伸手想扶住这个圣像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支撑不住呢。但是他的手呢又一次笔直的穿过了圣像，这时候他就感觉双腿居然稳固有力，那种尖锐的疼痛感不知不觉的消失了。罗桑迅速的转过身来，那一群喇嘛呢仍然在那里，可是其中呢就少了一个，而这个人呢正好就站在罗桑的身边，而他的手正准备接触罗桑的手肘。他显得比其他的喇嘛高大，他的周身似乎还围绕着光芒。当罗桑注意这个圣像的时候呢，他就发现自己呢也比在通常的情况下高大了许多。此外呢，好像有一个恐怖的大疙瘩在他这个肚子里面正在剧烈的搅动着。但是那个喇嘛扶着罗桑的手肘时轻声说了句话，他说：那没有什么关系，罗桑没有什么值得你恐惧的，跟我来。他就拉着罗桑的右手肘呢带路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围绕着仍旧坐成一圈的喇嘛们。当时罗桑就张望着并向圆圈的中心看，可是自己的身体并不在那里了，圈子中心没有东西。他小心仔细地就摸了摸自己感觉到自己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又偷偷地伸出手来触碰旁边的那个喇嘛，他也是实体。而喇嘛看到的罗桑的举动不觉得就笑了，说：你现在和你的躯体是处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之中，只有那些具有最伟大的超自然能力和天赋的人才能够做到。那跟我来吧。两个人呢继续向前走就到了寺院的侧面，墙壁呢越来越近。罗桑当时就缩回了被拉走的手，打算转到一旁去。他解释道：不要再走了要是不停步的话，我们自己就会碰上去的这墙是很坚固的。于是旁边的那个喇嘛就夺回他的手，牢牢地抓住，并命令道：说快来，当你有了更多经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他走到了罗桑的后面把手呢放在他的肩胛骨的中间，接着呢就开始推他进入了幻境石墙。当罗桑进入石墙的时候呢，仿佛整个身体都感到了刺痛，好像有几百万几千万个水泡呢反复弹射到他的身上。他并不妨碍，仅仅是让人觉得瘙痒难耐而已。不管怎样走动呢，似乎都毫无困难。当罗桑睁大眼睛观看的时候呢，就像是正在穿过尘埃的风暴一样。但是那些尘埃呢不会迷眼，他伸手试图去抓一些尘埃但他们从手心里又穿了过去。他就只听到那位喇嘛在大声的笑，
推着他的动作呢开始变得更猛烈了，一直到罗桑破墙而入，进入到了另一边的回廊里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呢，两手各拿着一盏油灯走下来，腋下还夹着一些东西。罗桑当时赶快躲避呢，但是太迟了。他正想对老人道歉的时候，却发现自己穿过了这位老人。老人似乎也没有察觉到有什么异样，那位喇嘛就继续引导着罗桑穿过建筑物前行，但坚决呢不在其他人的房间里骚扰他们的隐私。他们不断的穿过建筑物前行，而罗桑注意到呢，这里呢就像是布达拉宫，并且他的腿始终都没有疼痛发作。而两个人走下去，进入了一个密室之中那里有一只猫在躺着。二人悄无声息地走近它的时候，它突然就醒了过来，而且充满了机敏，毛发倒竖的就跳了起来，并且露出了尖锐的牙齿，眼睛呢来回扫视。喇嘛就告诉罗桑说所有的猫都能够看到灵界。而罗桑打算去抚摸它呢，可是仍然如以前情况那样就穿了过去。与刚才那个老人不同的是，这个猫呢似乎对此感很有趣，还带着惊奇，又一次从罗桑的手上就穿了过去。两人穿过坚固的墙壁呢，漫游了很长的时间，然后就升起来，穿过层层的楼房。终于呢，那位喇嘛就说道：下去吧，这次我们漫游走得够远了。他拉住罗桑的手臂呢，穿过一层楼板往下沉，又穿过一层一层的天花板呢，直至两个人来到了离开寺院所在的那个走廊里。他们再一次接近了墙壁，而这一次呢，罗桑毫不犹豫，而是主动的走过去，想要穿过墙壁。他颇为沉迷那些水泡弹过来的奇异的感觉。在寺院里呢，他就看到喇嘛们仍然围坐成一团，握住他手臂的那个喇嘛就告诉他说现在的你呢，应该还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去躺下来。于是罗桑照办了，很快呢，睡意就袭来了。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钟声正在敲响着，声音不断的增大，而罗桑的心想呢，真奇怪，哪来的钟声呢？这钟声和他心跳的节奏居然一致，有规律的敲着。突然之间呢，他就感到很惊慌，是不是睡过头了，忘了去看寺里做的法事？罗桑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在那里，却发现呢，视力不能够聚焦，当时能够分辨出来呢，只有藏在红色的条纹顶上粘着9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团块，恰似9个骷髅。而罗桑研究身处在何方到底是。当他接力思想的时候因为突然各种各样的疼痛感蜂拥而至，进入了他的意识。那过了片刻呢，他就感到自己的思绪居然可以集中了，一切呢又回想了起来。他察觉到自己正仰躺在冰冷的石头的地面上，而法衣里的那个碗呢，不知什么缘故从前面还滑到了后背，跑到了背部的2个肩胛骨之间，而且正在被他压着。那9个喇嘛呢，在那里还全神贯注地在注视着他。罗桑就睁大了眼，向上注视着他们。原来在藏红色的条纹上所看到的9个白色团块呢，就是那9个高阶喇嘛。一切呢，都如一场幻境一般，他又回到了现实。那么好了，故事呢，宇哥也就讲完了。